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刚刚告别 Granville Island 这座艺术气息满满的小岛。现在呢，我就在桥下骑行，看看能不能向西面再去骑一段。虽然我也不知道目的地在何方，但是呢，旅途上的见闻就是那么吸引人。未知的前方很神秘，但是呢，很让人期待我就向着未知的前方继续我的骑行，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去探访温哥华。这边应该是downtown的南部开始接近西区的地方。Let's go。这边呢也租单车这种蓝色单车呢就是温哥华共享单车。这是 West First Avenue 西区一街这是一个 T4 Avenue。这边居然放了一个坦克，你看看。我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保利公司在他楼盘面前最喜欢放那些坦克飞机什么之类的。这边居然也有这样的一个旧坦克放那里，好吧，做装饰用往前直去呢就是巴拉的 Bridge 了，但我肯定不是为了要上桥，我能不能在桥下穿过呢？
还是我就应该要走到对面去啊？对面这个地方呢叫 Kitsilano， 蛮有名的一个温哥华西区的大家喜欢的地方。我来到这边呢，就准备去寻访一下啊。好，绿灯了。但是我还得过一次街道。这边呢就是 Kitsilano 这个地区啊，一个大木头上面刻的 Kitsilano 的地名。这边呢就是温哥华西区的开始了。我想呢，我还是顺着海边的方向去骑行吧。到了夏天啊，前方的 beach 呢是最受欢迎的地方，而且根据我所知啊，Kitsilano呢一直是当地的年轻人喜欢的区域啊。当然，这也是一片高尚的住宅区。虽然这些房子呢称不上豪宅，但是因为呢优越的地理环境啊，这边的房子价格不菲。这一路下去就是海了啊！这边呢应该就是 Kitsilano Beach 了，应该也是温哥华的精华之一啊。这还有一个 museum， 一个博物馆。最多的就是这些和人类共生的大鹅。这边也有一个非常小的小游艇的码头，这些呢应该是帆船啊，帆船码头。这里非常开阔，超美的啊！一路望过去呢，我相信就是 UBC 大学那头了。这边呢就是延绵的海岸啊，沙滩。虽然这个沙滩啊，并不是那种像南方那种白沙滩，但是呢，胜在人少，
开阔啊，而且呢，转过头来就有downtown的景色，这非常适合到这边啊带一些吃的东西来进行野炊的地方。这是一个 point， 放着一个大铁锚啊。面对大海呢，确实啊，让人雄心万丈的感觉啊，同时又会让心态变得平复的地方。人类从陆地向着海洋啊，需要勇气，需要冒险啊。但是呢，只有冒过险的人，走过码头的人呢，更会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我在这边看到了一个，应该是海狗还是海狮，只有一只啊。以前去那个旧金山啊，那边海边啊，密密麻麻的这种海豹、海狮晒太阳啊，这边很少，也有一只。3位年轻人啊，我听他们讲的话我是听不懂的，应该是到这边来旅游的。Hello。这边呢就是海湾的出海口了，多多少少呢也停了一些船只啊，但是并不是很多，看上去应该也不是特别繁忙啊。好，我也坐下来晒晒太阳，风光无限啊。这个地方你看，天高云淡，两边的山啊，其实是一边的山，就那边就是西温了，再过去就是这里是downtown啊，再过去是北温的山了。从这边过去呢，就是一直去到出海了。那边呢是一个西区最好的地方，有一个大学啊，就是 UBC 大学在那里。整个这里一片呢都是属于西区啊，应该是资源最稀缺的地方。当然，这里的房价啊，这里生活水平都非常的高。但是呢，无损大家啊可以来共享这片区域，这就是加拿大的美。你任何一个平民，你哪怕像我这样踩着单车都可以到这边来，你爱待多久待多久啊！你甚至可以自己买一些自己吃的，到这边来消磨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刚刚正说着话呢，电池用完了啊，我就换了一个电池，在这边晒会太阳啊。刚刚说到啊，就是面对这样的美景啊，大家确确实实能够很平等的共享这些美景。在加拿大呢，不管你穷还是富啊，就那些公共资源呢都是共享的。你可以到这边来待多久待多久啊。即便是那些面对这些美景的周围的居民住户啊，他们跟普通市民的对于这块地方的这些美景的权利啊，应该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不像在某些地方啊，哪怕在中国，很多的一些好的地方呢，都是被围了起来，要不就是公家地方，要不然卖票，要不的话呢，就是可能被某些小区啊单独拥有啊等等这样的事情。在这边呢就不存在这样的事，所以大家平民也会觉得我穷也穷得有尊严，
穷也穷得有权利。这样的话呢，虽然他的收入在物质上面没有办法跟富人们去相比，他也不可能在这边买房子，但是从心态上面来讲呢，还是非常的平等。这样的话呢，才会感觉平和啊。这可能就是虽然贫富差异非常大的一个社会啊，大家为什么心态都可以做到比较平和，一个主要的原因所在吧。好了，虽然面对着美景啊，但是我还是要继续赶路，继续我的骑行。但是呢，一块电池已经用完啊，就告诉我最起码我已经出来了1个多小时了吧。所以不要贪恋太多美景，还是要回家吃饭。前面这个像门一样的建筑啊，蛮独特的，但不知道具体这个寓意如何。看到一些华人朋友啊结伴出游，一起到这边来玩啊，觉得也不错。看到一个双体的游轮呢，游艇，我相信应该是私家的吧，出海去了。今天呢，我终于没有忘记戴上我的手套啊，所以在这些海滨的地方骑行，吹着凉风的我的手，觉得没有那么冷了。对，这个骑起来就舒服很多啊。否则的话呢，我骑段时间我就要把手放在我的裤兜里头暖和一会儿才行。
可以听到这边的乌鸦简直泛滥啊，听着它的叫声，一大群一大群的。前面呢就在布拉德桥了啊，我也不知道这个路能不能通得了，但是呢，在这个左侧啊这一大片的小游艇的码头边上经过啊，感觉还是非常舒服啊，应该都是大家向往的一种生活啊。应该是可以从这个桥下穿过去的。好，那我就从这座桥的下面骑过。哇，这边有更大一片的游艇的码头啊，就跟一个巨大的停车场一样啊。这些你看啊，住在边上的apartment的这些居民，也许就是这些小游艇的拥有者。因为我刚才看到啊，一个最便宜的游艇4.5万加币而已。那我相信很多人呢是负担得了这个小游艇的。这些 apartment 呢，就是很早以前建的，我相信啊，就建在海边，就建在邮轮码头边上。那我相信呢，买这些 apartment 的人肯定也并非富豪，但是呢，他可以把有限的金钱做一些分配，在海边呢租一个小房子，可以看到海，而且呢离downtown很近，上下班也容易。同时呢，说不定可以负担一艘小游艇，可以跟家人或者独自呢出海去走走。我觉得这也很美妙啊，就好过你把所有的钱都砸在一个大房子上。看到这房子，我回去查一查看，这房子有没有多少钱啊？虽然买不起，但是了解一下行情也是可以的啊。原来这样的又回到了 Granville Island 的入口处了啊！但是我准备直接骑回去。这边的驾驶员都是非常 nice 的，他看到你骑单车一般都会让你先走。
这样呢，我其实又骑回了老路啊，就是从刚刚来的这条路呢再骑回去，我觉得也不错啊。再重温一下这段滨海小道。你看啊，我突然看到啊，这个downtown楼也越建越艺术化了啊。前面那个楼啊，上面大下面细啊，好像要倒下来一样。当然肯定是没问题的。这你看，它就起了这么一个楼。这段骑行啊，真的完美啊！因为呢，一个是风景如画，第二的话呢，今天是比较温暖啊，应该是7、8度的气温，再加上呢，我戴了手套啊，骑起来不冷，感觉呢舒适。而且呢，毕竟是一块从来没有涉足的地方，近距离的看看这些海湾的风光，真的非常不错。又听到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景象啊。天真无邪的孩子在这边玩耍，应该是有组织的，有老师们在那边守护着，又安全啊，又可以规范他们的行为举止，非常好。
这条骑行道呢，因为在水边啊，所以它没有太大的坡度，基本上都比较平整的，所以骑起来呢不累。这也是另外一个骑行舒适的原因啊。而且呢，景色优美，你骑起来就更不会觉得疲劳。
又看到那个科学中心的大球了，差不多又回到了骑行的原点。风光无限好的一段骑行啊，那我呢也就在这边啊结束我今天的算是第3段的骑行吧。温哥华的美景还有很多很多，让我慢慢的从容的去周游，也会分享给大家，一起共赏美景。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生活愉快。那今天的骑行呢就到此结束，我们等有机会啊，下一段出行再见。谢谢大家的观赏，谢谢大家的跟随，欢迎大家订阅，也谢谢大家点赞。我们下一段骑行见，拜拜。